他是在直播间大力宠粉的圆梦少侠，也是骗子最畏惧的男人。遭遇过账号骗局的他，更懂玩家们被骗的无助，于是他成为制定行业规矩的领头人。他就是游戏反诈严父叛之创始人雷鹿，也是打造了100亿营收平台的草根逆袭人物。在宠粉这条赛道，雷鹿还是太权威了，天天直播给粉丝们抽砖皮。有粉丝给我说，他说他玩三角洲，他没有枪皮，他室友都有枪皮，他很丢脸，他在妹子面前没有脸面。他说，那我能让他没脸面吗？福袋里面也是刀皮和手机送不停，这怎么不算一种扶贫主播呢？见过玩互联网直播圈迷给自己买豪车的，为了送福利要想卖掉自己车的，还是第一次见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怎么也得中2个极品 S。我都做好了卖车的准备的，结果我的车保住了，兄弟们。雷总也算是独一份了。冷知识，雷鹿其实是超能力者，他的超能力就是超能力。要说这超能力是怎么来的，始于一个热爱游戏的少年被骗的经历。雷鹿本名雷鹿，1996年出生在四川自贡。作为一个标准的 i 人，雷鹿以前是非常内向的，也是因此他才更喜欢游戏。在游戏的世界里，他可以成为任何想要成为的人。大学时期，雷鹿痴迷玩天刀，也正是因此被骗了3000块，那可是他整整3个月的生活费，根本找不到人说理去。由于当时没有正规平台，玩家们都是私下交易的，基本没有第三方做担保，全靠口头承诺。先不说交易被骗的风险有多大，就算交易完成，也还有第2关，卖家一个找回，买家哭都没地方哭。维权无果后，雷鹿认识了很多同样被骗的玩家，他们都看到了乱象，却对此无能为力。也是这段经历让身为初代家豪的雷鹿下定决心，他要改变玩家弱势处境。既然没人做，那他就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大2那年，雷鹿离开了校园，拿着辛苦打工攒下的3万块钱，回到农村老家，创立了盼之。一个人一台破旧的电脑，这就是盼之的来时路。创业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，早期的工作室员工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，办公环境也简陋，办公环境差点其实还是小事。他们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没有前辈的经历能让他们参考。为了了解玩家的痛点，雷鹿天天泡在社区里面翻遍了他们被骗的经历。2017年，雷鹿第一次打响盼之的名号，他日日夜夜的搜寻证据，最终配合警方将骗子绳之以法。从这一刻起，守护玩家就成为了盼之的核心标签。打出名声后，比流量更先来的是恐吓。由于触碰到了那些人的利益，他的隐私被泄露，遭遇了威胁，甚至被公开悬赏。但雷鹿从未想过放弃，从创立盼之的时候，他就决定要跟骗子死磕到底。盼之的成长就是整个行业的成长。一开始他们为玩家提供一个服务的平台，但账号被找回，这些后续的风险就无法处理了，这也是当时圈子里默认的规则。但从来如此便是对吗？如果只能撮合玩家，却无法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障，那与之前私下交易有什么区别？无非就是早骗晚骗的事。于是盼之就有了找回与兜底的服务。雷鹿为行业树立了风向标，作为行业龙头的盼之也被更多人所熟知。团队规模不断扩大，在公司稳步发展的时候，又遭遇了毁灭性的重创。一个企业在快速扩张期是最容易出现漏洞的。年轻气盛的雷鹿纸醉金迷，豪车无数，心思早就不在管理上。直到2019年，财务挪用公司所有现金，打赏主播，资金链断裂，原本定下的兜底承诺也兑现不了了。在这种时候，雷鹿果断变卖自己的所有豪车和房产，掏空家底，堵住了这个窟窿，守住了平台的信誉。后来他一个人来到成都，从零打团队，从头再来，吃过亏，认过错。这一次走得慢，却走得格外稳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在这之后，盼之不管是自家规定还是平台规则都越来越完善，只要赶在交易结束后恶意找回账号，跨越千里也必须追回，坚决维护买家的权益。如今的盼之已经有了超1000人规模，他们涉及的游戏也越来越广泛，不管是当下爆火的网游还是冷门佳作，只要玩家有需求，他们就提供服务和保障。当年那个交易账号被骗的少年，如今成为骗子最畏惧的男人。雷鹿心里清楚，自己能做起来全靠玩家们的信任与支持，所以他是想各种办法回馈粉丝，天天变着法子送福利。除了给粉丝送福利，他还深耕公益。2023年12月，甘肃积石山县突发6.2级地震，雷鹿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筹备物资，连夜驱车支援灾区。2026年3月，雷鹿卖掉自己氪了300万的烟云号，回到自己的母校，捐款100万元，建立专项助学金，改善学弟学妹们的学习环境。那天，虚拟江湖里出了个真大侠。7月，广西突发洪灾，全国各地都驰援广西，雷鹿也是第一时间拿出120万捐给灾区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如今盼之守护的不只是游戏里的玩家，更是现实中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苍生无言，侠为其声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侠。